唉，这个方案定的真糟糕。好，我们接着上次的继续讲女奥的题目啊。然后我们上回说过24这两个题我们是不讲的，这两个题我觉得就不应该出。然后我们来讲3这个题目。3这个题目其实考察的也是一个很沉的结论，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排列，然后交换它的顺序，交换它里面两数的顺序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结论我们当时应该春季的时候讲过，我这次再说一遍啊，就是所有的交换排列问题基本上你都可以用这两个套路之一来处理。就是背景，关于交换两数排列中两个东西的位置，排列中两元位置关系的一系列问题。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用序关系来处理，一种是把它看作一个对应来形成圈关系处理。我们先说第一个，第一种1到 n 排成一列，然后我们约定1小于2小于3小于4一直小于到 n，约定一个大小关系。那么每次操作交换相邻两元。好，那么这一类操作呢，你可以去计算它的序关系。我们对一个当前的处理的手法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处理手法，对一个排列 A1、A2、A3， 然后一直到 AN， 这里我们假设要处理，待会儿要处理的是这两个。然后我们记一个值，记t 值等于 ai a 界，这里 i 小于界 ai 小于 a 界，这样的对数，就是我们计算所有的靠前的元素小于靠后的元素这样的对，它的这样的一个对的总数，就考察这样的一个 ai a 界。然后呢那么交换 ai 加1之后，用蓝笔画一下，这两个东西的位置交换了，其他的不变。那么你注意到其他的前小后大对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原来比如说 A3 是小于 AI 的，现在 AI 仍然在它后面，然后 A3 仍然小于 AI。原来 A2 小于 AI 加1，那么 A2 现在仍然是小于 AI 加1的， AI 加1也在它后面。然后 AI 如果小于后面的，比如说一个 AN 减1，那么现在 AI 还是在它前面，只有一对元的关系变了，那就是 AI 加1和现在这个对变成了 AI 加1 AI， 其他的前小后大不受任何影响。无影响。然后只有 AI 加1变成了 AI 加1 AI。那么很显然，如果原来 AI 加1是前小后大，那么现在它就变成了一个前大后小 ，t 就减1。如果它原来是个前大后小，现在就变成前小后大，所以 t 就加1。所以操作后
t 值加1或减1。那么你既然找出了这么一个 t 量，它每次操作稳定的加1或者是减1，那么你就可以回答很多问题了。比如说这种排列状态变到这种超列式状态至少需要多少步，需要奇数步还是需要偶数步，这些问题就都能回答了，对吧？这是第一个处理手法，就是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我们对排列的元素 A1 到 AN 我们给它定一个序，然后交换相邻两元，就怎么处理就行了。然后第二种例子，1到 n 排为一列，这个列我们管它叫 A 等于 A1 A2 A3 一直到 AN。 好，然后呢每次交换任意两元的位置。好，按这种理解呢，你也可以处理的，也可以这样做法：定义函数 f i 映射到 ai， 那么 f 是一个把1到 n 映射到1到 n 的一映射，对吧？因为1到 n 都有对应的函数值 a1 到 an， 而 a1 到 an 又是1到 n， 所以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一映射。这里实际上你涉及到的元素 a1 到 an 即使不是等于1到 n， 你可以把它们编号成1到 n， 实际上也是个很广泛的应用。然后交换两元的位置，交换其中 ai a 界的位置，即把 f i 映射到 ai 界映射到 a 界改成了 f 一撇 i 映射到 a 界界映射到 ai。 所以实际上你交换两个元 ai a 界的位置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函数中把 i 映射到 a 界和界映射到i 映射到 ai 界映射到 a 界交换一下，实际上是一回事。然后我只要描述出这个函数，这个排列就唯一确定了。然后你做交换位置，实际上就是改变把两个函数值交换一下就行了。好，然后我们再看看这种交换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首先你这样的一个1到 n 映射到1到 n 的一映射，它可以视作是若干个独立的圈的合并。首先对这样的一个 f， 对这样的一个 f， 注意我们考察1映射到 f1 映射到 ff1， 然后这样一直映射下去，注意到它不会有无限的元素，然后呢其中一定会出现重复的，然后必有重复，然后呢这个出现重复的还不能是其他的东西，因为你如果一顿映射到 f1 了，映射回 f1 了，由于它是个一映射，所以你这个映射成 f1 的东西只能是1，就是如果某一个地方你映射回去映射成 f1 了，那么这一步这个家伙呢就一定是1，所以呢出现重复的一定是1，因为你是个一映射嘛。所以这个它一定是一个从1开始的一个圈，故 B 形成一个圈。这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图论里面的结论，每个点的出度入度都是1，它肯定就是一堆孤立圈。那么它就1映射到 f1 f1 映射到 ff1 这样的一顿映射到1，然后对余下的数类似处理，
比如说你现在发现1到 n 里面2不在这个圈里面，把2拿出来，2映射到 F2， 这么一直映射回去，又形成一个圈。所以呢 F 可以表示成可看作若干圈的并。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函数 F 一定可以理解成若干个由1到 n 这些点之间的映射关系构成的若干圈的并。只要我指出每一个圈，那么 F 就被唯一确定了。然后即此种 F 的圈数为 T。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排列，我们把它写成函数 F。对于这样函数 F， 我们把这个映射圈画出来，然后它的圈这样的孤立圈总数我们记为 T。那么执行这样的一次操作，做 AI、AJ 交换位置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那么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原来你的 I 是映射到 AI 的， J 是映射到 AJ 的，然后这2个映射本身在同一个圈上，它们本身在同一个圈上。然后你做了这个变化之后呢 ，I 映射到 AI 就没了， J 映射到 AJ 就没了， I 现在直接映射到 AJ， 原来是这样一圈走过来，然后 J 就直接的映射到 AI。那么原来它的一个圈就被你这样划成了2个圈，所以这种操作一个圈会变成2个圈，所以呢 T 就变成了 T 加1，这样它的圈总数加1。然后第二种情况呢，是它们归属于不同的圈。原来 I 映射到 AI， 然后一圈映过来，然后 J 映射到 AJ， 又一圈映过来。现在你把它改成 I 映射到 AJ， J 映射到 AI， 然后这2条线没了。那么你这里面就是 AI 通过一圈映射到 I 映射到 AJ， 又通过一圈映射到 J 又映射回 AI， 所以它就把2个圈并成了1个圈。所以呢 T 就变成了 T 减1，所以这个圈数也是每次操作会稳定加1减1的。所以用这种办法你也可以判定出就是2种状态你需要奇数次操作还是偶数次操作才能达到，也可以判定出一些操作次数问题。好，然后你再一回这个原题，这个原题就非常水了，你只要背结论，因为这2个做法都对它是生效的。对吧？这2个做法都对它是生效的，所以你随便怎么做都行。注意，我们使用手法1吧，手法1写起来会简单一点。用做法1规定序关系1小于2小于3小于4一直小于到 n， 然后我们对一个排列 A1 到 AN， 规定 FA 就是刚才规定的 AI、AJ I 小于 J AI 小于 AJ 的对数。好，然后呢 FA 就规定成这个了。然后它那个操作 ABC 变成 BCA 呢，可看作分为2步。第一步是 ABC 变成 BAC， 然后第二步再把 AC 交换位置变成 BCA，
那么由之前的结论，此种操作就相当于原来的交换相邻两个数位置做2次，然后每一次都是使这个 fa 的值加减1，所以每次操作会使得 fa 的值加2减2或加0。由之前的结论，每次操作后 fa 加2加0或减2。好，然后你就算一下这两种状态的值。1到 n 的时候，对 a 等于1到 n，fa 的值是相当于它所有的列都是前小后大，就等于 cn2。然后对 b 等于 n 到1，fa 就等于0。所以呢，这是必然的一个要求，就是2整除 cn2。所以4整除 n 乘 n 减1。然后你这儿立刻可以看出来 n 如果是一个被4除以2和被4除以3的数，这个事儿都没戏。故 n 被4除于0或1。你用做法2也一样能做。实际上我一上来直接看成了那个交换任意2个位置，所以用做法2算。用做法2算会稍微麻烦一点，就是你要算一个2/n去整，没啥区别，没啥本质的区别。这个我们标记为第一部分。所以这样你就算出来 n 必须被4除于0或1。然后另一方面 n 被4除于0或1的时候是肯定可以的，这个显然我们应该用归纳法来写，不然很难说清楚。好，这个我们也写一下。另一方面 n 等于4时，1234可以变成2314，可以再变成2143。就是每次都是把一个数挪到后面2个，然后呢可以变成2431，然后可以变成4321。这显然就是一顿操作就可以把它变回去。若 n 等于 4k 的时候是可以操作的。n 等于 4k 加1是4k 加4是那我们就这样，你把这个序列看作是1 2 3 4，然后5到 4k 加4。那么根据归纳假设，我把1 2 3 4装作没看见，对后面的5到 4k 加4进行一顿操作。由归纳假设就可以把它变成是这样变不太好，应该是先把1 2 3 4挪到后面去比较好。我们把1挪到2 3后面，再把它挪到4 5后面，我们对1 2 3 4反复操作。对，先挪这个会好一点，先挪那个会稍微难说一点点。其实是一样，就是你一次操作可以把它挪到2 3后面，再挪一次可以把它挪到4 5后面，再挪一次可以挪到6 7后面，所以你最后可以把它挪到 4k 加4后面。然后挪完了之后，你再挪2可以挪到3 4后面，可以挪到5 6后面，然后一样的就滚到后面去了。所以你可以一顿操作把它们都塞到后面去，就可以变成5到 4k 加4，然后1 2 3 4。然后你对这些家伙用归纳假设，这是 4k 个数嘛，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倒过来，就变成 4k 加4 4k 加3一直到5，然后你再对1 2 3 4用归纳假设。就这样就行了。好，然后呢
n 等于 4k 加1的时候，就是在 4k 的情况下稍微改一点点就可以了。好，好，然后这就把这个题说清楚了，对吧？这个其实不难，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结论，就是这个交换位置的结论。我们后面就再也不讲这个结论了。这个春季讲了一次，我主要是担心秋季有的人新来。然后我们4也跳过，我们就说一下问题5好了。好，关于问题5啊，问题5呢，他说质数 p 整除2的2019次方减1，数列 an 是 a0 等于2，a1 等于1，an 加1等于 an 加上p 方减1倍的 an 减1，然后让你证明 p 总是不整除 an 加1的。肯定是用反证法，而且怎么说呢若不然 p 整除某个 am 加1。好，然后呢，你一看这个p 方减1 an 加p 方减1倍的 an 减1，它这个特征根就特别好求，然后这个通项也特别好求，对吧？这个特征根太好求了，这里稍微备注一下，特征根比较简单，所以呢，一般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老老实实求 an 出来。如果复杂我们就不求了，复杂一般就把这个数列我们模 p 去考虑，就是考虑这个 an 被 p 除的余数。但是简单的话我们就老老实实把它求出来就行了。其实这个题模 p 也一样能做，因为它模 p 是周期的嘛。但是这个太好求了。好，然后我们把它拎出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求出来之后呢，我们有 an 是等于1/2加 p 的 n 次方加上1/2减 p 的 n 次方的。好，那就结了。若 p 整除1/2加 p 的 m 次方加上1/1减 p 的 m 次方，2你随便乘嘛，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p 整除1加 p 的 m 次方，再加1加 p 的 m 次方加上1减 p 的 m 次方加上2的 m 次方，所以这就推出来 p 整除2倍的2的 m 减1次方加1。所以就是2的 m 减1次方被 p 除以负1。你结合上面的这个2的2019次方被 p 除以正1，你就知道这个事儿是不可能的。又2的2019次方同于正1模 p， 2的 m 减1次方同于负1模 p， 再加上2的2倍的 m 减1次方同于正1模 p。这个阶就没法写了，它的基数次方同于正1，对吧？然后这个又同于负1，则2模 p 的阶 t 满足
t 不整除 m 减1 t 整除2倍的 m 减1 t 整除2019，这两件事合起来告诉我们 t 必然是偶数。然后呢，这就矛盾了，因为你不整除 m 减1，但整除2倍的 m 减1，这说明你的含2量应该是跟2倍的 m 减1相同的，所以才会导致你不整除 m 减1，但整除2倍的 m 减1。但是你又整除2019，这个事儿是不可能的，对吧？实际上，如果你就是数论结论很熟，你知道这里面就像这个式子就已经告诉我们它没有半阶，所以你后面弄出来一个同于负1这个事儿是不可能的。好，我们翻页。另外，为什么所有的分校都把摄像头对准各种空白地区啊？你们这全都躲在一些奇怪的角落，让我看不到啊。上个课又不是做贼。说这个话之前，我先把椅子挪过来一点。好像我坐的太矮了。坐的太矮。好。然后我们说问题6。问题6虽然比较简洁，但还需要一点战斗力，比这个题好多了。这个题的套路是很确定的，因为你看那个很好解，你就会把它解出来。问题6呢，他说0小于等于 x1 小于等于 x2 小于等于到 xn 小于等于1 n 大于等于2。然后他说 x1 x2 到 xn 开 n 次根号，加上 n 次根号下1减 x1 乘到1减 xn 是小于等于 n 次根号下1减去 x1 减 xn 的方的。首先你要明白这个怎么处理啊？它左边是 n 次根号加 n 次根号小于等于 n 次根号，所以你要干的事儿很清楚嘛，就是左边的 n 次方小于等于右边的一个常规式子，然后左边的 n 次方我们可以用霍尔德嘛，对不对？然后这里面的大量的1减 x 和这个1减，你不就可以把它加起来抵消吗？所以你如果直接用霍尔德的话呢，你可以得到它是小于等于1的，但是这个结论不是我们想要的。多写一句啊，显然应当证左式的 n 次方小于等于右式的 n 次方，因为 n 次方之后左边就变得特别好，然后用霍尔德就行了。然后呢，尽量的把 xi 与 1减 xi 配对。然后呢，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里你不能让 x1 和1减 x1、xn 和1减 xn 配对的，那这个东西就没了。所以你只要订立这个指导原则之后呢，我们有左式的 n 次方是小于等于 x1 加上1减 xn， x2 加上1减 x2， x3 加上1减 x3， 然后一直乘到最后一项 xn 加上1减 x1， 这个没错的呀，对不对？因为你这儿 x1、x2、x3 一直到 xn 乘起来就是这个，然后1减 xn、1减 x2、1减 x3、1减 xn 减1、1减 x1 乘起来就是这个。好，完事了，中间全是1，抵消了。所以它等于1减去1加上 x1 减 xn 乘上1减去
x1减 xn， 它就等于右式的 n 次方。好，证完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题，但是你看出这个式子还是需要稍微观察一下的。然后这种 n 次方结构加一堆 n 次方结构小于等于开 n 次方结构，那么你确实是应该去考虑把它同时 n 次方用霍尔德，对吧？好，然后我们说问题7啊，问题7、8，总的来说这张卷子的定式结论考的非常多啊，但是冬令营我们很难会考这么多定式结论，这个基本上就是完全四边形、牛顿线这些基本性质的反复运用。他说你这个 DFEG 4点公元，C D E F G 啊 D F G E， 好，然后这是 H， 这是 N， 然后他做了它的终点 J， 好，然后把 DE 关于 AM 做对称，弄出来一条线。然后跟这条线形成一个交点 I， 然后让你证明 GIH CJHI 公元。好，证明啊。好，首先第一点，它这是一个标准的完全四边形结构啊。这个共圆我们最后用到，没必要把这个圆画出来。然后这里 J 是 FG 终点，所以我们显然应该把牛顿线画出来，对吧？这是肯定要做的第一步。J 为 FG 终点，那我们应画出牛顿线。所以呢，我们把 CN 的终点和 DE 的终点给它找出来，我们用红笔画。所以我们做 CN、DE 终点 PQ， 那么 PJQ 是共线的。好，然后呢，你注意到这个题比较恶心的地方就是这个对称的这个 I 位置比较恶心，对吧？然后它让你去证这个 I 借 CH 4点共圆，然后这只是个幂的问题，然后这个幂在这边的这个幂是很容易转化的，我们稍微转化一下就行了。然后原题所要证的
原题结论等价于要证 in 乘上 n 介等于 cn 乘上 nh。好 ，cn 乘上 nh 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 cnhm 是调和的，所以 cn 乘上 nh 就可以把它换成 pn 乘上 nm， 由 cnhm 调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转化为它等价于要证in 乘 n 介等于 pn 乘上 nm， 就等价于要你证 ci 介 pm 共元。好 ，i 介 pm 共元这个对称就总算能用到了。我们把这个红笔画出来。然后这件事呢，就等价于要你证角一等于角二。出情况了。好，它等价于要你证角一等于角二，然后这个角二对称的就等于角三嘛，所以等价于要你证角一等于角三。然后角一等于角三就等价于让你证 n 介 qm 四点共元。好了，终于把这些无中生有的 i 点给踹出去了。n 介 qm 共元是一个熟知结论，对吧？这个我们可以简单的用这个调和再证一下。你设 DE 交 FG 等于 T， n 介 qm 共元这个事儿，我们就把它，因为它这是终点嘛，我们有 TFNG TDME 这两组都是调和的，然后介和 Q 它是它的终点，从而 Tn 乘上 T 介等于 TF 乘上 TG，TF 乘上 TG 由于四点共元等于 TD 乘上 TE， 然后由于调和它等于 TM 乘上 TQ， 所以 N 介 QM 共元就做完了。实际上就是大量的完全四边形和牛顿线的结论。然后这里面最初的想法是它有一个终点，所以我们应当把牛顿线给它找出来。然后后面的想法就是围绕着我们要把 i 点这种不好确定位置的点给它尽量去掉。然后去掉的核心就在这儿，这个对称角嘛，对吧？把它对称回去就完事儿了。好，这是问题7。然后我们说问题8。问题8这个题还是可以的，这个题实际上背景很好，而且也不是说你知道背景这个题就特别好做。他说呢，什么空间中8个点就是扯淡，就是说8个点连了一堆有向的线，然后好图呢就是从任何点不能走回原来的出发点的图，也就是说这个图中没有圈。然后呢，让你证明，实际上就是让你证明至少改8条线可以保证把一个图改成好图。
两问合起来说的实际上是一个意思。然后原体等价于8个点，对 K8 8阶完全图，然后呢每条线定向，然后无圈的图，即为好图。然后呢让你证明至少要改8条线才能确保一定把一个本来的图改成好图。可保证改成好图。这就变成一个经典结论，实际上是可以直接证出来的。然后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好图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虽然证明中用不着这一点，但我想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是一个好图必然是个什么结构。我们设此图即为好图，然后它的8个点为 A1 到 A8。好，然后呢，我们从 A1 开始，然后一直不停的这么指向去，从 A1 出发，找路 A1 指向 A2 A1 指向某个 AI 指向某个 A 界，然后这么一直指向下去，我们指向到某个 AT 结束。那么这个过程是不能无限的找下去的，因为如果无限的找下去，就会出现两个相同的 A 若干两个相同的点在这个路径上，那么它们就构成一个圈。此过程中必无相同的点，否则呢你就构成圈了。好，然后呢，那么你就一定会到有一步停止，我们设到 AT 停止，你到 AT 就没有办法往下走了。好，你到 AT 为什么没有办法往下走了？因为 AT 不指向任何其他点，所以你没有办法把这个路再往下延伸了。然后我们把 AT 取出来，我们记为 B8。我们设 AT 这个点，我们就管它叫 B8，则其他7点均指向 B8。那么其他7个点都是指向 B8 的。好，然后你忽略 B8 去考虑其他7个点，同样的会有一个点被其他的6个点都指向，把这个点记为 B7。在这7个点中，同样的有一个 B7 被其他6点所指向。好，然后重复这个过程。那么你可以确定一张好图呢，就是它有8个点，好图即为8个点 B1 到 B8， 这里 BI 到 B 界之间连的线是指向关系，若 i 小于 j。 一般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个序关系，就是 B1 的序 B1 序最高， B8 序最低，然后线永远是从高序的指向低序的，它就是一定能形成这样的一个有序图。然后你也可以认为就是说从引出的线作为度数来看，它们的度数分别就是7到0。若把各点引出的线数称为度数，那么好图
即为各点度数为0到7的一张图。所以实际上所有的好图都是同构的，它们就是这样的一张有序图，然后一个点引出7条线连向其他7个点，然后剩下的7个点中有一个点引出1条线连向另外的6个点，所以好图就都长这个德行。好，然后再来争这2问，就是改8线可以保证改成好图和7线有可能改不成好图。这2问里面实际上第2问要有意思，我们先讲第2问。第1问其实还比倾向于生编乱造，其实蛮没意思的。先做第2问。实际上改的方向你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按这个度数理论来说，你初始的那张图8个点的度数，然后你把较大的家伙改成他们的度数改成4、5、6、7，较小的家伙他们的度数改成0、1、2、3就完事儿了，然后你就形成了一张好图，对吧？然后你只要实战中遵循这个流程就行。我们沿用1的度数设定。1中的度数设定。好，那么设8个点中度数最多者度数最高者为 A、B、C、D， 其余点为 E、F、G、H。 那么这8个点的度数总和呢就是28，它们的度数和为28。那么显然 A、B、C、D 的度数和是大于等于16的。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说我8个整数非负整数加起来是28，最大的那4个加起来肯定是大于等于16的。你可以调整证明这一点，写起来很麻烦，但是道理是比较显然的。然后呢，我们要干的事儿很简单嘛，我们要把 A、B、C、D 调成是度数4、5、6、7的4个数，然后我们要把 E、F、G、H 调成度数0、1、2、3的4个数，4个点。然后呢 A、B、C、D 之间会连有6条线 ，A、B、C、D 之间连有6条线。那么不管这6个条线是什么方向，它们贡献的总度数和是6，这是固定的。所以 A、B、C、D 这4个点指向 E、F、G、H 的这4个点至少有10条线，故左指向右的线大于等于10条。我们把余下把一切右指向左的线均改为左指向右。这个是很容易实现的。那么相当于你最多只需要改6条线，至多6条。好，然后呢，对于4点 A、B、C、D 和 E、F、G、H 它们内部，我们改动最多1条线就可以把它变成一张好图。这个4个点的情况是非常容易讨论的。实际上你就是把度数最高的那个家伙改成3就完了。之后在 A、B、C、D、E、F、G、H 中分别改动至多1条线，可把它们都变为好图。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想法。我们把度数高的改成4567，度数低的改成0123就行了。然后度数高的和度数低之间的方向呢就很清楚，度数高的永远是指向度数低的，分别来改，再改一个指向就行。4个点是因为它不多，如果点更多的话，你可以分更多的3组，把靠中间的改成，比如说12个点的话，最大的改成8、9、10、11，然后中间的改成另外一个，然后分3组来讨论，处理手法是一样的。好，然后就是这个题的构造了。这个题构造呢，其实还蛮无聊的构造，因为构造不是特别的有技巧，你就是要生找一些数。你可以用上面的这个图的办法来构造。那么就是你构造8个点，它们的度数分别是4444和3333。那个说起来比较费劲的。那样的一张图，你知道你是可以构造出来的，然后你要稍微有一点特殊性啊。然后4444、3333的时候呢，然后你假设是通过若干次把它们变成了一张好图。那么变成0123的4个点呢，如果是333，这里面如果是至少有2个4、2个3，那么你可以算，因为你每一次改变一条线的方向，只会最多使一个点的度数加1，一个点的度数减1。那么如果是4433的话，就至少需要8次，所以这边最多只有一个4。如果一个4都没有，这是4个3、4个4的时候，连接情况是唯一确定的，你可以不难的把它搞掉。然后主要是这边有3个3度点，一个4度点的时候，你要说明这2组中至少有一组，你需要改一次，把它那个4点图改成一个好图。那是一堆繁杂的讨论，但是能做出来。参考2的证明。然后呢，你设计点度数为4444、3333，还挺麻烦的，让你去把它处理掉就行了。这要讨论好几种情况，所以比较恶心。然后呢，第2个构造方法就非常简单粗暴，就是你去找那个独立的一堆三角形。构造法2，记8个点为1到8，然后我们找8个无公共边的三角形 i 借 k， 然后呢，我们均把它连成 i 指向 j， j 指向 k， k 指向 i 这种结构。则你要变成好图，所有的三角形你都得把它干掉，对吧？所以每个三角形里面你都至少要改一条边，则要变为好图，要在每个三角形中变至少一条边。对吧？这个是确定的，只要你找得出这样的8个没有公共边的三角形。然后呢，这样8个三角形确实也能找到，就是纯粹的生找。我们可以找124、235、346、456， 457写错了，然后568、671、782、813，没了。它们显然这8个三角形是没有公共边的，因为一条公共边，它们那2个编号差1的，就是1、2、2、3、3、4、4、5、5、6、6、7、7、8、8、1，这8个全部用完了，所以你不可能有就是编号差1的相同边。然后编号差2的是2、4、3、5，然后一直到13也是不重的。编号差3的就是1、4这些，对吧？然后你所用到的所有边只有编号差1、2、3这3种，所以这8个三角形是没有任何公共边的。这是一个很容易看出来的例子，然后你把这8个三角形都变成刚才那个样子就行啊。
那女奥的题我们就讲完了，我们先课间休息，再讲北方的吧。
没事。好了，好，我们继续讲北方的题目啊，就是19年的这个北方的题目。题目比较简单，我们应该用剩下的时间基本上就能讲完吧。北方没有考什么特别难的题目。我们从问题1说起啊。问题1呢，他说你这个找所有的正整数，使得3的 x 次方加 x 的4次方等于 y 的阶乘加2019。解一下。首先你注意这个结构啊，它这里面有一个3的 x 次方，而且很明显 x 应该比较大，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方程，我们常见的手法就是我们肯定要去取同余分析，然后比较好的同余结构就是模3、模9、模27，因为当 x 比较大的时候，它自动被它整除了。然后这里面你注意到这个2019是被9除以3的，所以模9就已经非常好用了，对吧？由3的 x 次方，所以我们应当去模3、模9之类的处理，这是一个常见的手法。那么你模一个9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右边这个 y 只要大于等于6，那么整个右边是被9除以3的，这个肯定不对。若 y 大于等于6，则有 x 大于等于2，对吧？ x 等于1这个事儿不可能。然后则 y 的阶乘加2019减去3的 x 次方， y 的阶乘被9整除，2019被9除以3，所以3的 x 次方被9整除，所以这个东西被9除以3， x 的4次方被9除以3，矛盾，无解，应该讲。好，所以我们只用考虑 y 等于1到5的情况， y 等于1到5你就一个一个算嘛， y 等于1到5分别代入，然后算出来是y 等于3，对，仅有 y 等于3 x 等于60， y 的阶乘加2019等于2025等于1296加729，就等于3的6次方加6的4次方。这是一组解。故仅有一解。x 等于6 y 等于3。这个计算量不大的，对吧？这个是正常竞赛能考的计算量。真正不合理的是清华的第一题，清华第一题考场上不给你计算器，这个事儿太过分了。我们后面要提的啊。我顺带说一句啊，你们去清北的秋令营考试应该是带个计算器去试一下，因为大学考试理论上是可以用计算器的，非编程能力的计算器按道理是可以用。像今年清华这个第一题没有计算器实在是太痛苦了，那是什么玩意儿？要徒手算开对数。好，这样就把第一题说清楚，然后我们来说第二题。第二题呢，他说圆 O1 和圆 O2 交于一个点 E， 交于点 A 和 B， 然后呢，我们绕着 A 和 B 做出它们的直径。这个图画着不像，就这么凑合看吧，反正我们只需要有相对关系就行了。然后这个点是 E， 这个点是 C， 然后这边又画了一个直径，这个点是
F， 这个点是这个点在这儿，然后呢，沿着 CF 做了一条线，沿着 DE 又做了一条线。哎呀，这个画的实在是太糟糕了。然后在这儿再弄出来一条线，然后这个点叫做 P， 这个点叫做 H， 这个点叫做 K。好，就这样吧。然后这里注意这两个是直角，这个画的有点差，但还好不影响这个题。这个题我觉得就是考定式结论的，因为这里面应该有一个经典结论，应该是几何的入门级习题啊。就是这个，首先这个 BCD 是共线的，其次这个点啊，这个没标出来这个点 A、B 和这个点，这3点也是共线的，这个点实际上就是 ACD 的垂心啊，这是一个基本性的结论，非常经常的用到。我们简单的证一下。然后为了好说清楚这个事情，待会儿再画其他的辅助线吧。先这样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们设 BG 交 CH 于 O 点，然后呢，我们熟知角 ABC 角 ABD 都是90度。BCD 就共线。另外，你这个 CF 和 DE 分别是 AD 和 AC 的垂线，所以 O 为三角形 ACD 的垂心，所以 AB 过 O， 这是基本结论。然后还有一个结论用的稍微少一些，那就是 A 实际上是这个 GHK 加这个点，这4个点是共圆的，然后它是这个圆心，这也是个基本结论。第二个，我们设这个点，我们管它叫 K 撇好了，设 CH 交圆 O2 于 K 撇。那我们有蒙日，你这个 O 是在公共弦上的嘛，所以你由蒙日定理 GHK K 撇是共圆的。然后你注意 A 是在这个 GK 和 K 撇 H 这两个中垂线上的，又 A 在 GK HK 撇的中垂线上，故 A 就是这个圆心。对吧？这4个点共圆，然后其中2条中垂线唯一的决定了这个圆心。所以呢 AG 等于 AH 等于 AK 等于 AK 撇。好，这都是常用的经典结论。这题就考了一堆定式。好，然后呢 A 既然是个圆心，那么你看你要证的问题里面 A 实际上就是要证 P 在 HK 的中垂线上，而 A 已经在 HK 的中垂线上了，所以你就简单的倒一下角就行了。那么 A 已经在这个 HK 的中垂线上了，你要证 P 也在这个中垂线上，实际上就只需要证角1等于角2就行了。然后这个角1呢，很明显等于这个角嘛，我们借助一个角3就行了。又
角一由4点公元，它等于角3，然后由于 AH 等于 AG， 所以角3等于角2，从而角 PKH 就等于角 AKH 减去角1，就等于角 AHK 减去角2，也就等于角 PHK， 所以 PH 等于 PK， 所以 AP 都在 HK 的中垂线上，就结了。这就是一个定式。这里面连画2个直径的这个图是最常见的，就是这里面必然导致 CBD 攻陷。然后少见一点的结论就是 A 是上面那玩意儿的圆心。好，这样我们的问题2就说清楚了。然后我们说问题3。这个问题3就是标准的模仿 IMO 说的例子的那道题，对吧？然后比这个简单的多啊，我们直接用它拼就行了。他说你这个 AI 加2等于这玩意儿，于是我们有 AI 加2乘上 AI 加1加上 AI 加2就等于 AI 方加 AI。好，你这个式子一看问题就非常大。如果我对所有的 i 等于1到 n 进行求和，那么这一项和这一项就抵消了。这就是西格玛 AI 方等于西格玛 AI 加1乘 AI 加2。这后面我们知道这个西格玛 AI 方比这个西格玛 AI 加1 AI 加2这个交错项高到不知哪里去了，这不立刻就出问题了，对吧？我们取 i 等于1到 n 求和，于是我们有西格玛 i 等于1到 n AI 加1是等于西格玛 i 等于1到 n AI 的方的。然后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一下，从而西格玛 AI 方 i 等于1到 n 加上西格玛 AI 加1的方 i 等于1到 n 减去2倍的西格玛 AI 加1 i 等于1到 n 等于0，对吧？放大1倍，稍微改一下一些角标。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西格玛 AI 减 AI 加1的方是等于0的。所以 A1 等于 A2 一直等于到 AN。这个题就做完了。这是标准的模仿今年这个 IMO 预选题。哎，是 IMO 题。我已经忘了是 IMO 的考的题还是 IMO 预选了。是预选题，对，我们讲过，是一道预选题，对吧？并不难。好，其实它的前面这几个题都不是特别难啊。好，然后说问题4。问题4呢，它就是说你实际上要看
这个题实际上跟那个 IMO 预选那个题考察的内容比较相像，但是比那个题要简单的多啊。他就说你一个留的最长的员工，他至少要待几个小时。好，这个结论实际上是很容易简单的估计出来的。我们设第一次开会，3人为1、2、3号。好，他们3个人是1、2、3，现在呢，他们相互都见到了，然后他们这3个人需要见到剩下的5个人，所以他们需要与剩下的5个人至少会面15次。之后，他们要与余下的5人会面3乘5等于15次，至少，因为可以重复会面。对吧？好，他们要与余下的人会面15次，然后你稍微想一下，剩下的会如果有这3个人中的1个人参加，那么这1个人最多见到剩下5个人中的2个人，然后就是形成了2次会面。如果这个会里面有2个这里面的人参加，那么这2个人见到余下的1个人也是会面2次，所以下面每开一次会，会使得这3个人见到余下5个人，然后形成最多2次会面。这个很显然，之后开会，每次至多让这3人与余下5人形成小于等于形成2次会面，所以故至少要15除以2上取整等于8次会议，1、2、3这3个人才能见完所有的人，才可以见完其余5人。那这不就说明必然有1个人要留下来待9个小时嘛，对吧？故必有1人要留至少9个小时。结了，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分析。然后这个题的构造也很弱啊，就是9个小时的构造你随便就构造出来了，就不画了，这个构造也不唯一。这个构造就你随便构造就行了。其实可能看出这个证明还稍微麻烦一点，但是这个证明呢，这个证明主要有一点你要想清楚，就是说我应该去讨论第一次开会的人，因为越往后开会的人，第一次来开会的人，他前面可能会有一些铺垫工作已经做了，所以就讨论第一次开会的人就行了，这是对他比较有利的。好，然后说问题5啊。这个图好难画呀，我看一下有没有现成的图可以用。缺点是这个图已经被我用过了，那也不要紧，我们放大吧。我们截个屏还是肯定会比这个快的，对吧？哎，好，这个有个缺点，把上面的这些东西都写上去了。就着这个写吧。这是写出来一点，
它就是做了这个外角平分线角4，相当于这两个角，然后与原来的这两个圆形成一个 C 和 D 的交点，然后呢，过 BCD 又做了一个圆，然后最后就形成了这张图，然后让你去证明 PE 等于 PF。这个题它图中其实已经给你画的非常清楚了，就是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就是要去证这个 AEF 3点共线，对吧？这是你一看就能看出来这3个点确实是共线的，然后也很好证，应当去证 AEF 共线。好，然后这个共线呢很好证，你就导一下角就行了。这个 FAB 这个角，我们有角 FAB 这个角是等于角 FDB 这个角，然后 FDB 这个角呢就是 PDB 这个角，这是一回事。然后 PDB 这个角呢就是 PCB 这个角。PCB 这个角呢就是 ECB 这个角， ECB 这个角呢就是 EAB 这个角，所以这样就很清楚 AEF 共线。好， AEF 共线这个题就没有任何可说的了。然后你要证的事情呢，实际上 AEF 共线证你就是要证角1等于角2，也就是角1等于角3，然后角1角3分别是两个圆的圆周角，这都非常好导的。我们有角1，角1作为圆周角是一半的角 COEA， 然后我们熟知这个东西是等于90度减角4的，然后角4和角5当然是相等的，所以就等于90度减角5，然后基于同样的道理，90度减角5当然就等于这个角3了，从而也就等于角2，所以 PE 等于 PF。这个观察一个共线就行，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导角的小技巧。好，这是问题5啊。然后我们翻面讲问题6。问题6这个题，这种题应该在冬令营中考过一次，就是讨论一堆这种正负性不明的家伙乘起来的最大值，你就要去讨论它的几正几负。它让你去对付 P 等于 A 减 X 方 B 减 Y 方 C 减 Z 方的最大值。那么很显然我们只需要讨论这个 A 减 X， 就是这 A 减 X 方 B 减 Y 方 C 减 Z 方里面有3个正数或者是有1个正数的情况，因为其他情况都小于等于0，就不值得讨论了。然后我们简单的分了一下，先讨论3正。若 A 减 X 方 B 减 Y 方 C 减 Z 方全正，那么 A 减 X 方乘上 B 减 Y 方乘上 C 减 Z 方，它们都是正的，从而它们小于等于 ABC， 实际上是严格小于，但是这种情况一看就很愚昧，我们就随便写写就行了。然后 A 加 B 加 C 等于1，所以 ABC 不超过1/3 A 加 B 加 C 的立方，也就是1/27，这个等号是不可取得的。这个情况一看就很愚昧。这是3个全正，然后如果是一正两负，若 A 减 X 方 B 减 Y 方 C 减 Z 方一正两负，
设 a 减 x 方是大于0的，则 a 减 x 方乘上 b 减 y 方乘上 c 减 z 方是等于 a 减 x 方 y 方减 b 乘 z 方减 c。 好，把这个作为一个整体，这三个都是正的，方便比照啊。然后你这一项呢，你这个 a 加 b 加 c 是1嘛，所以你最好的情况就是 a 取1 x 方取0，它这一项最多是1。然后这两个乘起来最多就是个 y 方 z 方，而且你加了一个限制 y 加 z 是不可能超过1的，所以呢它不超过 a 倍的 y 方 z 方，我们就直接把它们都忽略了。然后 a 不超过1，然后 y 加 z 呢不超过2分之 y 加 z 的4次方，所以也就不超过16分之1。然后这个等号显然是可以取得的，等号在 x 等于0 y 等于 z 等于2分之1 a 等于1 b 等于 c 等于0是取得，所以这个16分之1本身也是可以取的。然后其他的情况下 p 都是小于等于0的，其他情况均有 p 小于等于0，故 p 的最大值就是16分之1。就完了。没有好的办法。服了。好，然后我们把最后2个问题说清楚啊。这问题7可能还真有一点难度，因为问题7不太容易说清楚，有的人就搞糊涂了。他说你这儿有 n 个城市，然后呢距离两不同，然后他来一个距离最近、第2近、第3近的。首先你要注意一点啊，就是这种几何上的问题一般不要去讨论它的那个具体的几何位置，就是它实际上在一个基本图的要求上实际上追加了一些东西，就比如说 A 如果是 B 是距它最近的城市， C 也是距它最近的城市，则 B、C 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满足一定的约束关系的，而不是能随便调的什么 B、C 就变成了最远的2个城市，这些事儿是不大可能的。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限制，但你如果陷入这个讨论，这种问题就非常麻烦了，因为这种组合几何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难以处理的。一般我们就忽略这些限制，把它简化成一个图论问题，看能不能做出来。如果不能做出来，你不得不用组合几何的手段的话，那就非常难做。要稍微说明一下，没事先不要牵扯那些讨论，牵扯那些讨论的问题都是非常难处理的问题，尽量不要涉及。这里你简单就理解成图论问题，其实就很简单了。我们把这些城市设为 A1 到 AN， 然后我们对一个城市 A， 然后呢把 A 与它距它第i 近的城市 B 连上一条线 ，A 指向 B， 上面标一个 i，
表示 B 是距 A di 近的城市。那么原题的要求是什么呢？原题的要求等价于找编号1到 n-1 的不同点引出的线，然后做成一张包含 n 个点的数。对吧？实际上就是这个要求，因为你简单的看一下就能看明白。比如说这样的一张图，对吧？就比如说这样的一张图，比如说这样的一张图，那么你国网只需要我把 A 编号成1，那么 A 就会自动与 B 相连，然后我把 B 编号成2，B 就会自动与 C 相连，我把 D 编号成3，D 就会自动与 B 相连，然后这4个城市不就连到一起了，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实际上只要实现这件事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呢，要实现这件事也是非常容易的。我再画一个图来说明为什么很容易啊。找这样的一个数是一定可以找到的。因为你可以源源不断的加东西进去，这个是很容易实现的。我们假设你已经用1，比如说和4已经形成了一个局部，比如说，也是画个图来说明为什么是很容易的。你注意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用编号1和编号4的2条线把3个点连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数，你现在要把这个数增大，这是很容易的。你随便取外面的一个点 D， 你注意 D 到 C、D 到 B 和 D 到 A 这3条线肯定有3个不同的编号，这3个不同的编号肯定有一个和1、4是不同的，因为你这边只有2个编号嘛。比如说 D 指向 C 是一个2，那么这3条线必有一个可以加进原来那个图中，然后它们的编号互不相同，然后形成一个更大的数，然后这个过程是可以无限进行，直到把所有点都踹进这个数的，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这个题就这样做完了，然后只是个怎么写的问题而已。设最多可找到 k 条编号不同的不同点引出的线，构成 k 加1个点的数。若 k 小于 n-1， 好，这 k 个点我们假设是 A1、A2， 然后一直到 ak 加1，然后已经各同胡乱连形成了一个数。设此数包含点 A1 到 ak 加1，然后这之外有一点 B， 则 B 对 A1 到 ak 加1所引的 k 加1条线必有一条与已有的 k 个编号不同。然后你把这条线加上去就行了，把此线加入原数，形成一个更大的数。这儿写错了一个，这是数。
矛盾，所以 k 就肯定等于 n 加1，肯定等于 n 减1，所以你肯定可以找到原来那个东西。这题你只要把原题给你的条件抽象成一个图论的概念就行了，然后你注意要舍去里面组合几何的部分，就是实际上这个图确实不是你随随便便能标1到 n 减1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这两个是1，你在这儿标一个 n 减1，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基本不可能，对吧？就是你就是 n 特别大的时候，这两条线如果都是这两条线比如说都是1，这条线你实际上标不了 n 减1，但是你如果讨论这个事儿，这个题就没完没了了，那非常复杂的。这是这次考试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一道题，需要把这个事情想清楚。然后我们最后讲一个问题8，然后就下课。他说呢 ，Fn 是不整除 n 的最小正整数，然后 an 等于 afn 加上1，然后 a1 和 a2 等于1。好，然后第一问让你证 an 有商界，第二问让你问 an 可不可能是周期的。好，然后我们解一下。第一件事很显然 Fn 一定是一个质数的若干次幂，对吧？它不可能有两种质因子，这个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先有 Fn 必为质数之方幂，对吧？然后呢 ，Fn 是质数的方幂 ，F1然后呢 ，n 等于1、2的时候 ，an 的值已经确定了 ，n 大于等于3的时候 ，Fn 它是质数的方幂，然后有几种可能性，要稍微写一下。若 Fn 等于2，若 n 大于等于3，Fn 等于2，则 an 是等于就等于 a2 加上1就等于2，这种情况对应的 n 是奇数。若 n 大于等于3，n 为偶数，然后呢 Fn 是质数的若干次是2的若干次幂，因为你是质数的若干次幂嘛，这里 k 大于等于2，那么 an 就等于 a2 的 n 次方加1，然后 a2 的 n 次方呢就等于 af2 的 n 次方再加1，然后 f2 的 n 次方这个就很清楚了，这就是3嘛，所以就是 a3 加2，它就等于4。好，然后第三种情况，若 n 大于等于3，n 为偶数，然后 Fn 算出来是奇质数的若干次幂，这里 p 为奇质数，则 an 就等于 ap 的 k 次方加1，然后 ap 的 k 次方就是再算一次函数值呢，它就变成了 a2 加1，然后就等于3。好，然后 n 等于1、2的时候 an 是等于1的。好，所以你核对一下，这一共是4种情况，一共就只有这4种情况，就是 an 的取值只可能是1、2、3、4之一，所以你第一问不就出来了吗？故对于任意 n 属于 n 正 ，an 小于等于4。然后呢，你写完这个，基本上你就可以判定出来，第二问说的那个周期是不可能的。然后想法也比较简单，就是你用反证法，然后我去找2个
两个角标它模 T 同于，但它们归属于不同的类。显然，它们归属于是不可能。然后呢，我们应当去找 an 和 an 加 kt 分别属于上面的不同类。好，然后你注意这个第4类没用，因为你这个 n 等于1、2嘛，这个显然没用，这第4类可以直接扔了。然后呢，第1类也没啥用，因为这里面你如果 n 是奇数，就是你如果让比如说 n 或 n 加 kt 是个奇数，我只要让 t 这个周期 t 是个偶数，则 n 加 kt 也是个奇数，它们两个就都归属于同一类了，所以第1类也没用。所以呢，方案是确定的，就是你应该让 an 和 an 加 kt 分别属于第2类和第3类。显然1、4类是不行的，1、4类无用，故要让 an加 kt 分属于2、3类。具体来说呢，那么你就要让这个 n 和 n 加 kt 两个家伙，一个是第一个不整除它的正整数是2的若干次方，第一个不整除它的数是一个奇数的若干奇质数的若干次方，就是这样的两件，这个都可以用阶乘大法来解决，对吧？那么这个事儿就做完了。都可以用阶乘大法来解决。好，然后我们就简单的写一下就行了。若不然，假设真的有这么一个周期，好，我们第一步取这个，它是取 n 和 n 加 t， 我们取 n 和 m。我们第一步取这个 n 等于1、2、3，一直到2的 k 次方减1，算最小公倍数 ，k 充分大。则 fn 等于2的 k 次方，对吧？因为1到2的 k 次方减1都的最小公倍数嘛，所以1到2的 k 次方减1都整除它，而且很明显它只含 k 减1个2，所以它不被2的 k 次方整除。从而 an 它就属于第2类情况，所以 an 就等于4。同时 t 整除 n， 对吧？同时这个周期也是整除 n 的，因为你这个 k 充分大嘛， t 就在这一摞数中的一个。然后我们再取 m 等于1、2、3，一直到 p 的 k 次方减1。然后呢，这个也是 p 为奇质数， k 也是充分大，就刚才那个 k。然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 ，fm 就等于 p 的 k 次方，一样的呀，比它小的数都整除它，而且这里面很明显只含这个最小公倍数只含 k 减1个 p， 所以呢，它就归属于第3类情况，所以这样 am 就等于3。同时 t 也整除 m。好，这不立刻就矛盾了吗？于是 n 和 m 模 t 同于，但 an 不等于 am， 矛盾，就挂了。这个其实你把第一问做完，基本上就清楚了，就是我要构造两个数归属于不同的类嘛。好，那我们就讲到这儿就放学了。